大多数农民工的流动性都很强，这也是造成很多地区出现民工荒的一个重要原因。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问题，使得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始终没有一种归属感。喂，老爸，吃饭了没有啊？身体还好不好？最近？胡厚平，江西人，今年25岁，出来打工已经将近3年了。目前在东莞市大朗镇的一家印刷厂做工人。在来这家企业之前，他曾换过很多工作。怎么会到现在的出来？2年多前的时候？一直也没有了，也以前有在其他地方待过。哪一些地方？比如说也在东莞待过，有在那边凤岗那边也有待过。而且主要在东莞的附近。对。胡厚平告诉我们，因为对薪水和工作条件不满意，当下这份工作已经是他3年来的第4份工作了。因为目前经济形势好转，企业的订单增多，他们的工作也变得很紧张。现在订单比较多嘛，因为我们暂时做不过来，所以说就是加班嘛。这样子。由于有了加班费，胡厚平的工资多少有些起色。虽然提高的不是很多，但他还是觉得很高兴，因为可以多寄一点钱回家。收入基本上还能维持了。每年都回家吗？回家。每天回家，老人家在那边哈。那平时怎么样去孝敬自己的父母亲呢？一般都是那过年的时候就是大朋友，其实在这边也没有时间回去，所以说只有在这里。然后寄点钱，家里又寄点钱回家了，就这样的。寄点钱回家。是啊。寄钱要不占你收入的一半呢？要哈。虽然目前的薪水已经能够满足自己的生活，但他还是感觉生活不稳定，对未来感觉很迷茫。有没有想过这些自己生活的压力？想过。现在凭我现在的经济也没办法，只有这样了。一步一步的走。是啊。一步一步走啊。胡厚平性格很腼腆，不善于表达，但是在交流中，他和我们分享了隐藏在心底的一段小秘密。有对象了吗？有，我现在没有，我只是说，意思就是说，我在这里有喜欢的女孩子，并没有对象，是吧？自己有喜欢的女孩子，对，有初恋的感觉，给她写信没有，只是想暗恋她。每天吃饭时间也是胡厚平最开心的时刻，因为这时他可以看到自己喜欢的姑娘。连说都不敢说，没有啊，也不敢向那个女孩子表白啊。只是不敢表白啊。那你读过书？读过写信给她？不敢写。不敢写啊。胡厚平自己心里很清楚，像他们这样漂泊在异乡打工的人，很难组成一个稳定的家庭，所以他只能把想说又不敢说的话写在信纸上，但却从来没有寄出去。夜见人生的时刻，他深深的祝福天气多变，注意身体。这是你真想跟他说的话吗？是哈，你要有勇气试一下。在东莞，和胡厚平面临同样困境的年轻人还有很多，他们希望能够彻底的离开农村，融入城市的生活，但是很长时间以来，他们的这种想法都无法得到实现。这个农民工是一个高流动性的群体，他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职业工人，这个工资水平的高低是对他非常重要的，所以他只要这个市场的信号一出现，他的这个流动性非常高。就是根据我们的研究啊，平均下来，一个农民工在11个月之内就会流动一次。那么这么一个高的流动性呢，使得农民工和工作岗位之间这个匹配啊，不会稳定。很多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给打工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，例如西部大开发和长三角建设也吸引了很多民工过去工作。如何让农民工真正的融入到一个城市，是解决用工短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。那么在这边稳定就业，达到一定的年限，
我们就给予这个迁户口，就鼓励他们在这边落户。那么主要的目的就是说，适应未来这个制造业的这样一个发展，在稳定一定的劳动力总量的同时呢，就下大力气调整劳动力的结构。伴随着媒体对民工荒现象的报道，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东莞义利印刷厂的经理肖公俊一直对这个问题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。我们摄制组专程走访了他的工厂。1年前，我来到了义利印刷厂，和这里的老板肖公俊呢有一个互动。那么我们知道肖公俊有一个博客的笔名呢，祝英台，相当有名望，相当有名气。1年之后，我来回访一下肖公俊和他的厂子，那么看看他这个企业在国际金融海啸的肆虐之下，究竟1年来有些什么样的变化，还有什么要面对的问题。小梁我又来了，谢谢，对。2008年底，我们走访他的工厂时，受经济危机影响，工厂蒙受较大的损失。最近因为经济回暖，订单逐渐增多，工厂的效益又有所提高。我们去的当天是星期日，但是因为要完成订单，工厂里还是有部分工人在加班。肖公俊告诉我们，现在工厂里的工人大多是所谓的80后、90后，他们非常不喜欢加班。如果必须要求他们加班的话，很多人就会选择离开工厂。现在呢，这些80后、90后的这些孩子们家庭负担基本没有了，那么每个月的收入基本上都自己化了，那么他们就不愿意加班。他们员工中呢，就是说有一种非常普遍的说法，就是说我不加班就是平等，如果加班的话是人情。80后、90后的打工者与自己的父辈相比，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。包食宿、加班带来的有限工资，已经很难吸引他们。从他们自身的素质来说，他们提高了，有文化，有知识，而且呢，他们有追求。所以在他们求职的时候，除了这个薪酬之外，他们比较看重就业的环境，以及个人的这个未来的职业的发展。新一代农民工与土地的联系不再密切，对城市的认同感更强，更渴望融入城市的生活。工人对自己的正当权益有一些新的需求可能是一种社会进步的现象。对，不是可能，我认为就是社会进步的现象，就是社会进步现象。工人他们对自己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需求提高了，对，意识提高了，这是时代的进步，这是时代的进步。民工荒的现象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发达，尤其是制造业为主的区域，尚未完成最后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短暂的劳动力短缺的现象。那么民工荒现象的出现，并不等于外围经济环境的复苏，也不等于国内的内需市场的完全的这么一个振兴。新一代的民工，他们有自主的意识，有平等的意识，有维护自己正当权利的意识，这固然是好事。但是他们的拼搏精神，他们的打拼精神，很显然比他们的老一辈、上一辈要有所减弱。那么在这个问题之上，民工荒现象或者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出现，同时也给一个区域的经济的迅速的转型提供了一个积极的动能。我希望我这次的走读，可以和更多的农民工的兄弟姐妹们，给更多的这里的企业家们，给当地的政府的有关部门呢，多少提供一些启示。